史上最强战役要被拍成电影了。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片《四渡》定档6月26，再现毛主席用3万战胜40万的军事奇迹。3万对40万，这场仗该怎么打？3万人硬刚40万，整整13倍的兵力差啊！不管怎么看，都是没什么悬念的必输之战。但毛主席就凭着超凡的军事头脑，硬生生从绝境里闯出一条活路来。而这部电影就是把当年这场顶级谋略搬到了大荧幕上。这么一个意义重大的电影，选角一定是重中之重。所以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没有只会摆脸的流量花瓶，全都是能扛戏的实力派。刘烨饰演毛主席，这已经是他第3次演毛主席了。其实看过他之前的扮相，我觉得并没有多像，毕竟不是特型演员，但是形似做不到，可以从别的地方弥补。在第16届北影节发布会和跟着4渡游贵州推介会上，刘烨就公开分享过拍摄细节。他说自己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特意重走了当年的战役旧址，反复推演历史细节，就是想深刻体会伟人的军事智慧和信仰力量。王雷饰演周恩来，他在北影节发布会分享拍摄心路历程时说，拍摄期间他们尽全力去体会当年伟人们的心路历程，每一个会议，每一次谈话都让他们心生敬畏。他用心去揣摩，力求还原伟人那种坚守原则、担当尽责的风采。还有王志飞继古田军浩之后再演朱德，年轻演员里于适的表现也很惊艳。他饰演基层红军战士赵德发，一个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，有迷茫有痛苦，却始终坚守信仰的角色。他甚至带着吉他进组拍摄间隙有感而发，写了《理想之歌》，把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全唱进了歌里。除此之外，王耀庆演的蒋介石，林永健演的贵州王王家烈，谭凯演的四川王刘湘，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，没有脸谱化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要这么多实力派演员扎堆？因为这场仗不是普通的战斗，它是决定红军生死的绝境之战，是毛主席军事生涯里最得意的一笔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时间拉回1934年，红军血战湘江之后，兵力从8万多锐减到3万，元气大伤，战士们缺衣少食，弹药匮乏，整个部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。而蒋介石这边抓住红军元气大伤的机会，集结了40万大军，天上有飞机轮番轰炸侦察，地上有川军、黔军、滇军。中央军4路兵力层层围堵，把红军逼到了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畔，布下天罗地网，扬言要把红军一口吃掉，彻底断绝红军的生路。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胜利召开，毛主席重新获得红军军事指挥权，一场改写红军命运，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军事博弈就此拉开序幕。当年《告红军指战员书》里明确提到，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，这句话正是4渡赤水的核心战略运动战。凭着灵活机动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，你围我就绕，你追我就藏，把40万大军耍得团团转，这正是毛主席军事智慧的精髓所在。蒋介石一开始信心满满，亲自坐镇指挥，对着手下放狠话，这次一定要把红军围歼在川黔滇边境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毛主席的战术走位远比他想象的灵活多变，一渡赤水，果断西渡，跳出敌人的首轮包围圈，为部队争取喘息之机。2渡赤水，杀个回马枪，突袭黔北空虚之地，拿下娄山关，重占遵义，重创敌军。3渡赤水，故意大张旗鼓，佯装北渡长江，成功把敌军主力引到赤水河以西。4渡赤水，趁敌军防线空虚，悄无声息折返东进，彻底跳出了敌人的铁桶合围。蒋介石收到手下送来的情报后，满脸错愕，反复追问手下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，他到最后都没明白，3万疲惫之师怎么就能从40万大军的围堵里凭空消失，反衬出毛主席的谋略有多超凡。3万人能赢40万，靠的是毛主席对地形的精准熟悉，对敌人心理的透彻把握，是红军战士们的坚韧不拔，更是百姓的全力支持。当时贵州的乡亲们冒着被敌人报复的风险，主动给红军送粮食、当向导、传递情报，民心向背，正是红军能绝境翻盘的最大底气，也是毛主席始终坚守的信念：得民心者得天下。这样一场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军事奇迹，绝对不能被敷衍对待。所以，为了真实还原这份震撼与热血，剧组在拍摄和打磨上也下足了功夫。这部电影不是仓促拍摄的快餐作品，光是策划就花了4年时间，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历时4年精心策划，联合博纳影业、81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打造，还邀请了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全程把关。大到战役时间线、战术部署，小到军装徽章、武器道具，每一个细节都力求有据可查。电影2025年1月在遵义开机，4月杀青。拍摄周期和当年红军4渡赤水的历史时段都完全吻合，所有主创包括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提前重走了4渡赤水的老路，亲身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辛。导演徐展雄回忆，有一天晚上，剧组在贵州拍摄，突然气温骤降，所有的路都被霜冻住了，车根本开不动，整个剧组就在桥上冻了1晚上。他说，那一刻才真切体会到90年前的红军战士经历的比他们苦100倍、1000倍。
拍摄地点更是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，32个主要取景地，107个场景，覆盖4个市州：习水县土城镇、仁怀茅台镇、福泉水门。这些当年战役的发生地都成了电影的取景地。2到4月的贵州，雾锁河谷，雨润山峦，完美复刻了当年的战场环境，不用刻意搭景，一帧画面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。妆造和道具也非常细节，红军战士的军装有补丁有磨损，和当年的样式一模一样。武器道具都是按照历史原型复刻，就连战士们腰间的水壶、背上的背包都经过了专家的严格审核。剧组说，他们要做的不是拍一部炫技的战争片，而是拍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、经得起观众检验的作品，让年轻人真正了解四渡赤水不是课本上的文字，是无数人用命拼出来的奇迹。越了解剧组在拍摄上的用心，就越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。希望6月26号四渡上映那天，可以给我们给那段历史递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